你以為所謂財務自由就是人生通關？你以為只要把數字堆到夠高，人生所有的門都會自動打開？可真相是，一旦你把人生全部壓在金錢上，那扇門後面等你的很可能不是自由，而是另一間更華麗、更冰冷的牢房。我認識好幾位朋友，他們年輕時每天追行情，盯着台股、美股、加密貨幣，一邊喝咖啡，一邊祈禱那條綠色曲線繼續往上衝。他們跟自己說，等我賺到那個數字，我就退休，我就自由，我就要去做真正想做的事。那個數字是多少？1000萬、2000萬，夠買2間房，夠每年出國3次。他們也講不清楚，因為這個數字永遠會上調。昨天覺得500萬很夠，今天突然覺得不夠。為什麼？因為鄰居買了2輛車，朋友投資賺翻，網絡上又有人說退休至少要3000萬才能安心。越追越怕輸，越怕輸越追。笑着說是为了家人，其實是為了不被比較打敗。你看過那些剛退休的人嗎？表面看很風光，切蛋糕、拍照、送花賀卡，大家說恭喜恭喜，你終於自由了。但蛋糕吃完，花謝了，賀卡收進抽屜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一個人坐在沙發上，忽然不知道該往哪裡走。手機打開來還是股價，電視打開來還是財經台。自由不是沒有工作，自由是你知道自己想往哪裡去。很多人當場傻眼，因為他們突然發現，除了賺錢，他們什麼都不會。財務自由最大的騙局，就是讓你誤以為人生目標就是錢。你把最好的時間、最好的健康、最好的陪伴都拿去換錢，到最後發現錢是保住了，可你的人生不見了。以前你羨慕別人可以平日逛大賣場，跟朋友喝茶，去爬山曬太陽，現在你終於有時間了，卻只剩下醫院、藥袋、輪椅，還有無止境的焦慮。我見過一個人，我們叫他阿俊，他是那種做什麼都賺錢的天之驕子，工作狂，沒有週末，也沒有假期。他說，別人打麻將，我賺錢；別人看 Netflix， 我賺錢。退休後，我想幹嘛就幹嘛。聽起來很豪氣，對吧？但他50多歲退休那年，手上握着2間房，幾個高配息股票，銀行存款也很漂亮。結果退休第1週就病倒，心臟問題，長期熬夜，壓力巨大，飲食混亂，身體終於反攤牌。你猜他做了什麼？他不是休息，他拿着手機在病床上看股價。他害怕自己的資產少一點，他害怕自己不再是那個成功人士。治療期間，他跟我說一句讓我永遠記住的話，我一直以為錢能保護我，結果身體先倒下了。那我到底在保護什麼？沒有健康，你的退休金只是醫院 VIP 卡；沒有方向，你的自由只是長時間空轉；沒有連結，你的財富只是數字堆積。最諷刺的是，那些拼一輩子的人，退休後最怕的不是沒錢，而是沒有人。他們總以為等賺夠了，就會有時間陪家人、陪孩子、陪朋友，可等到數字看起來夠了，身邊的人也都學會沒有你了。你能叫誰一起吃頓飯？你能打給誰說一句走了，出去走走？真正能陪你聊天的人，比漲停還稀有。更殘酷的來了，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掉進這個陷阱？因為恐懼，不是怕失敗，是怕變得無用。我們被教育、被社會、被職稱綁架，沒有收入的人不值得被尊重。退休就是身份消失，你的名片沒了，你掛在辦公室門口的頭銜沒了，你不再是某某經理、某某老闆，你變成那個退休的人。當你的價值是建立在別人給的頭銜上，那天頭銜一拿走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誰。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敢退休，他們嘴上喊着自由，
身體卻緊張得要命。不看盤會不安，不接案會失眠。他們以為自己掌握金錢，其實是金錢掌握他們。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既然財務自由這麼好，為什麼很多人一自由就迷路？因為他們追錯了目標。他們相信金錢可以買到人生的意義，可是意義不是買來的，是活出來的。錢可以買屋子，卻買不到家；錢可以買健保，卻買不到健康；錢可以買關注，卻買不到真正的關係；錢可以買時間，卻買不到想做的事；錢可以買退休，卻買不到自由。我問你，現在的你，如果明天不用上班，你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，這12個小時安排得滿滿的嗎？還是你會呆坐在那邊滑手機，等着時間過？如果你連想都想不出來，這代表什麼？很簡單，你不能自由。不是因為你還沒退休，而是因為你的生活太貧瘠。你不是缺錢，你是缺人生。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那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財務自由？別急，還沒那麼快告訴你。因為在你聽懂之前，你必須先面對一個更黑暗的現實。真正拖垮一個人的，不是沒錢，是沒有目標，沒有熱情，沒有連結，沒有期待明天的理由。而財務自由這個概念最致命的地方，就是它讓你把所有意義都壓在一個未來的數字上。你以為等到那個數字，你就會變得不一樣，可你不會，你只會变得更像現在的你。焦慮的繼續焦慮，空虛的繼續空虛，害怕寂寞的繼續害怕寂寞。因為金錢不會改變你，它只會顯露你最真實的樣子。你一定見過這種人，存款上千萬，每天擔心變窮，退休了還天天守着手機滑股市 app，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從成功人士變成普通人。你知道這叫什麼嗎？這叫財富焦慮。它不會因為數字變大而消失，只會越變越大。你認為財務自由是有錢了以後想幹嘛就幹嘛，實際是你越有錢，你就越害怕失去，你越害怕失去，你就越活得像囚犯。我看過一個阿伯，70幾歲，手上股票不少，房貸早清完，退休金比一般人多好幾倍，可他晚上照樣睡不着。他跟我說，他晚上會夢到大盤崩盤，利率升高，被詐騙集團盯上。他一邊說一邊手抖。他的兒子站在旁邊，忍不住說：“爸，你不用再擔心了，我們都能養你。”那阿伯急得大叫：“你知道什麼？錢不夠了！”他眼神裡的恐懼不是怕病，不是怕死，是怕變成別人眼中沒用的人。回到重點，財務自由的第二層陷阱，你追錢太久，忘了怎麼跟人相處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那些越有錢的人，朋友圈越窄？年輕時，你錯過了孩子的學藝表演，你答應另一半的紀念日卻臨時取消，朋友生日你說改天，結果一改就是10年。你以為大家會等你？不會。你不在的時候，關係在悄悄關門。我見過一位大姐，58歲退休，慶功宴上百位賓客，人人恭維。她覺得自己人脈超廣。可3個月後，她坐在新買的按摩沙發上，下午2點，陽光透進來，家裡安靜得有點詭異。她想起某個朋友，點開通訊軟件翻聊天記錄，發現上次聯繫是3年前，而且那次還是對方先找他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他試着群發問候，沒有人回。
他以為自己認識很多人，結果只是很多人認識他的頭銜。而當頭銜消失，關係也消失。他終於明白，社交只是朋友的幻覺。利用價值不見了，才知道誰還會留下。財務自由這個陷阱最毒的一招，就是讓你忙到失去那些真正重要的人。等你終於有時間想去挽回，已經來不及了。感情和肌肉一樣，不練就會萎縮。好，現在第3層陷阱來了，也是最讓人害怕的。當你終於不用再工作時，你才發現人生最難的事情不是賺錢，而是閒下來。很多退休人士不是不快樂，是不知所措。他們把全部成就感建立在被需要，當沒人再需要他時，他就崩潰了。有的人明明有錢，卻每天醒來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活，因為錢只能讓你活下來，卻不能讓你想活下去。你有沒有看過那種畫面？一個人坐在客廳，看着新聞報匯率，看盤看了一整天，心跳跟着數字起伏。股票漲一點，他開心10秒；跌一點，他鬱悶一整天。他以為自己在掌控未來，其實他只是把生命的1分1秒交給了波動的數字。你以為這是少數人？我告訴你，這正在悄悄發生在大多數人身上。尤其是越成功的人越危險，因為越成功，你越害怕變回普通人。你用金錢證明自己用得太久，突然拿掉，你的自尊就塌了。你會開始懷疑，我是誰？如果我不賺錢，我還值錢嗎？這句話會像毒藥一樣，一點一點侵蝕你。而財務自由這個詞，從頭到尾都沒告訴你答案。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錢還是價值感？你真正缺的是數字還是活着的理由？別急，我們還沒到最殘酷的地方。你準備好了嗎？最致命的陷阱是，當你為未來犧牲現在，你會忘記如何活在當下。多少次你說，等賺夠了我就，等孩子長大我就，等房子貸款還清我就，你把幸福往後丟，一丟就是20-30年。而當你終於有時間可以去做那些拖了半輩子的願望時，你才發現你的身體、你的關係、你的熱情全都不在了。未来一直都在，可你的人生已經過期了。那才是人生最痛的反諷。所以別再問財務自由有多好，先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你今天不需要賺錢，你明天還會起床嗎？如果答案是我不知道，那你還沒準備好自由。你要的不是財務自由，你要的是对人生的掌控感。你要的是無論有沒有錢，你還是你。你要的是失去收入，也不失去意義。聽好，現在開始，我們要翻盤了。因為陷阱看清楚之後，才輪到真正的投資。不是投資股票，不是投資房子，不是投資基金，是投資你自己的人生。而那個真正的財務自由，由我給它一個新定義：當前不再是你做決定的原因，也不再是你不做決定的借口。這才是自由，不是數字的自由，是靈魂的自由。下一部分我會告訴你，如果重新來一遍，人生的投資組合應該怎麼配置，多少錢才夠，存多少才安全。你的目標不是变富有，而是变不怕。因為到最後能救你的不是錢，是你成为的人。現在你已經看清這個遊戲的真相，財務自由不是答案，它只是個開始。真正的考題是，你有沒有能力擁抱沒有數字的人生？聽好，這才是你應該追求的自由。健康讓你走得動，關係讓你有人等你，熱情讓你願意起床，錢只是輔助。你要建立的不是財富堡壘，而是人生底氣。當你剩下的所有還能支撐你挺起胸膛，那才是真本事。我給你一個全新的人生投資組合，
不是理財顧問教的，是我和現實學的。40%投資健康，30%投資關係，20%投資成長學習，10%投資金錢。你以為我講反了？對，我就是要講反，因為你現在剛好倒過來。你把最不穩定的未來放在第一位，把最穩定的自己放在最後一位。先講第一項，健康40%，身體是你人生的電源。電源一斷，所有計劃都變成笑話。你今天少睡1小時，明天多吃一頓亂七八糟，後天再說一句等有空再運動，身體會全部記賬。退休那天，一次要你付清。你不運動沒關係，疾病會讓你運動。你不排隊做體檢沒關係，醫院會讓你排更久的隊。你不珍惜健康沒關係，健康會離開你，然後讓你知道時間才是最貴的藥。第二項，關係30%，人是社交動物，沒有人能獨自幸福。你現在忙，你現在趕，你說等以後，可關係跟花一樣，不澆水就枯。你以為他們會等你？不會。你缺席的時候，別人照樣前進。而當你突然想回頭找他們陪你走一段路，你會發現大家已經走遠了。真正值得你投資的朋友，是那些在你失去利用價值時還願意來見你的人，那些能在深夜接你電話的人，那些你提到名字就微笑的人，那些見面不用寒暄也不尷尬的人。這群人就是你人生的真正資產。錢會貶值，人心不會。第三項，成長學習20%，退休不是終點，是新的開學日。你可能賺過很多錢，但你有沒有好好認識過自己？你真正喜歡什麼？你做什麼會忘記時間？你對什麼充滿了好奇？當你停止學習，你不是變老，是放棄進化。人會焦慮，就是因為沒有新的期待。你要的是持續變強，而不是不再工作。你的大腦才是你最值錢的資產。最後一項，金錢10%，錢很重要，絕對不假。它是選擇權，是底氣，是防災基金。但它不是你活着的目的。你花一輩子追的，不該是夠不夠，而是我有沒有能力，就算失去收入，也活得很好。財富自由不是數字夠大，而是恐懼夠小。來，我們做個快速驗證。你現在正在投入最多心力的是哪一項？如果答案是錢，你已經走偏了。你越偏越害怕，你越害怕越偏，這就是陷阱最毒的循環。你現在最該做的就是反過來走。你要開始做那些不能等的事。想帶父母出去走走，現在就安排。想跟孩子認真吃一頓飯，今晚就定位置。想運動，累積肌肉，明天不跑5公里，至少先走5分鐘。想學一項一直想學的技能，今天就報名，不要拖。人生做錯投資沒關係，最怕的是你連改正的勇氣都沒有。你不要再跟我說等我有錢就，聽清楚，等有錢才開始生活的人，最後只能用錢買回生活，而那時太貴了。退休不該是終點，退休應該是你人生成績單公布的那一天。那天會告訴你，你這一生到底投資對了什麼，你賺到了什麼，你又錯過了什麼。錢會留下來，但你活過的痕跡會留下更多。到最後，你不會記得賬戶裡的數字，你會記得海風的味道，你會記得一句真心話，你會記得朋友在你沮喪時遞來的一杯熱咖啡，你會記得那些讓你覺得值得的瞬間。所以，從今天開始，別再問我什麼時候能財務自由。你要問的是，我現在這樣活，我自由嗎？我快樂嗎？我有讓自己驕傲嗎？當你能夠非常堅定地說，
就算明天股市歸零，人生我照樣過，因為我擁有的東西沒有人拿得走。這個時候，你才是真的自由，不是財務自由，是人生自由，是靈魂自由，是你成為的那個人，無論多老、多窮、多平凡，都能昂首向前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